各位亲爱的同工平安，今天想和你分享有关领袖与团队的一个想法。领袖其实是有影响力的人，领袖并不是因为我可以命令你，我可以决定这件事情怎么做。领袖是一个榜样，领袖是别人看到了我们会说我要跟他一样，这才叫做领袖。所以领袖不会是个地位的问题，领袖是一个榜样。因此我简单分享4个很简单的句子，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做领袖。领袖自己被建立，是使别人被建立的基础。领袖自己被建立，是使别人被建立的基础。我们一直被神建立，别人才能被神建立。如果我们没有被神一直建立，我们没有被神一直装备，我们没有被神一直提升，那么别人是不会被改变，不会被提升，不会被建立的。有的时候我们领袖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想到我们如果不成长，他们是不会成长的，因为他们一直看着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只有几步之遥，他们连跑带跳的就赶上我们了。我在这里没有要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显示自己的能力和能干。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你已经变成堂会牧者了，你已经是主任牧师了，我们怎么能不带领我们的团队或弟兄姐妹往前走呢？那怎么带领他们往前走呢？就是我们必须做他们的榜样，我们要被建立，然后他就被建立了。第二，我们要自己被影响，那么别人就愿意被影响。所以我们被影响是别人被影响的原因。别人看见我们被影响了，他也愿意被影响。别人怎么会被影响呢？是因为他看见我们被影响了。有人这样说一句话哈，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领袖有一部分的生命是天生的，领袖有一部分的才干是被造就出来的，可是领袖绝大部分是看出来的。我起初没有懂什么叫看出来的，后来我弄懂他说什么。他说其实一个人会变成领袖，是因为他老是看着另外一个人说他怎么可以做出这个动作，或他怎么可以有这个思想，然后自己说我也要像他，他就能变成领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领袖是看出来的。什么叫做领袖是看出来的？当一个人说我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可以做出这个事，他可以想出这些东西，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然后我也愿意像他，所以他是自愿学出来的。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么领袖是怎么来的呢？领袖就是他看了别人做领袖，他才有可能变做领袖的。因此我们被影响是别人被影响的原因。如果我们是一个主任牧师，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看见我们，说我要像他。第三，自己被改变是别人被改变的动力。你有没有被改变？为什么别人愿意被改变呢？因为他们看到了牧师的改变。我常常到现在为止还要改奖章，改别人的奖章。他们或许讲之前给我先看，我给他们调整一下，或者他们讲完之后把他们的影片传给我，然后我看，然后告诉他们你有哪些重点啊，你这样做对不对？哦，你的心态是什么？我常常问他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你最被神改变的是哪一点？你知道我通常问这个话的时候，第一次被我改奖章的人会说啊，
因为他所讲的是他所想要把这一篇讲到怎么样讲给别人听，让他改变。可是我总是问他说，这一篇信息，这一篇讲道让你改变了什么？如果他没有办法在讲道当中讲出这一篇信息或这一段经文改变了他什么，弟兄姐妹就是听到一个道理，他没有看到牧师的改变，他没有看到讲员的改变，他不相信牧师被这一篇信息感动，我如何能够被这篇信息感动？因此，当我的学生或者我的同工告诉我，哦，这篇讲到他讲不出来，他被神改变了哪一个部分，我就会认为这篇信息对他没有用，因为这篇信息对他没有用，所以我不认为他对别人会有用，如果有用也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自己被改变是别人被改变的动力，最后自己领受爱是活出爱的根源。一个人只有真正被爱过，才容易爱别人。他如果没有被真正爱过，他不知道怎么爱别人的。如果你没有被真正的爱过，求主给你恩典，让有人可以好好的爱过你。如果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求主让你体会到神爱你，这样你就会成为会爱人的人。我再说一次，领袖是榜样，领袖不是职分，所以求主让我们不是怎么样下决定，而是怎么样成为别人的榜样。